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去公司送饭时，我看见孟云云坐在沈安的腿上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热烈又动情。我默默把癌症报告塞回包里，纵情享乐吧，反正他也没有几天可活了。沈安眼睛歪到一边，满脸通红。孟云云倒是抽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她得意地对我露出胜利者的微笑。一个是我的丈夫，一个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再恶心不过了。我和沈安初中认识，高中在一起，相约着考了同一个大学，从校服到婚纱，风风雨雨一起过来。我也见证着她创业低谷，事业起飞。他陪伴我脱离糟糕的原生家庭，和他组成一个我们的小家。人人都说我们俩是天作之合。结婚时，他也曾经一脸认真地对我发誓，如果我辜负你，就叫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所以说话不要说得太满，老天爷都看着呢。胰腺癌晚期，最多还有3个月可活了，就是全力治疗，也只是延长痛苦、乏力、消瘦、腹痛，无法进食。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姑息治疗，让病人心情平和地度过最后的时光。可是我又怎么会让这对奸夫淫妇快活呢？男人果然只有挂在墙上的才最老实。孟云云是我最讨厌的人。我8岁那年，母亲意外离世，头七刚过，父亲牵着一个比我小4岁的女孩回家，让我叫她妹妹。我咬死不开口，反挨了父亲的一个巴掌。我梗着脖子不低头，痛得咬牙，也不落一滴眼泪。旁边柔柔弱弱的阿姨却吓得假哭起来。孟云云更是抱着我爸的大腿哭得稀里哗啦，显得他们是一家人。而我是个一身反骨的异类。自从第一次见他，我就确定我讨厌他。他从小喜欢抢我的东西，穿我的裙子，撕我的作业，前前后后撬掉了我3任男朋友，再摆出楚楚可怜的无辜脸来扑到男人身边装痴卖傻。对于沈安的出轨，我其实早有预感。我一直都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因为父亲的出轨，我对爱情有所怀疑。本来我是坚定的不婚主义，直到认识沈安，被他打动。我骨子里敏感又缺爱，而他的偏爱太过明目张胆。书包里的温牛奶，早读桌兜里的热乎早餐，暴雨夜排队买我喜欢吃的芝士蛋糕。为了和我在一起，他用2年时间不分昼夜的苦学，追上200多分，和我考进同一个大学。我怀疑一切，但我愿意去相信他。我不愿去假设这么一个人满心满眼都是我的人会背叛我。可我忘了，真心也是有期限的，他的保质期格外的短。我曾严肃警告他，不许和孟云云说话，他是个绿茶婊，心机重的比海还深。他却满脸厌烦，说我想太多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安。我故意弄坏了他的手机，借着修理，找人修复了数据，转账记录哗啦不到底，里面的聊天内容更是不堪入目，一条条都往我肺管子上戳。傻丫头，你才19岁，什么都不懂就跟了我，我怕你以后会后悔。每次看到你在床上乖乖的等我，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。你知道，我是不会离婚的，我给不了你一个名分，只能让你受委屈，这样你也愿意吗？姐夫，我不在乎这些，只要我们2个人在一起就足够了。我什么都不敢和姐姐争，从小到大我就没赢过，但是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只要你爱我，哪怕下地狱我也认了。微信上有来有往聊得火热，电话动辄1个多小时，就这么难舍难分。他们背着我在酒店开会，在迪士尼看烟花看花车。在我出差时，
从家里的厨房抱着啃到卧室，高亢的叫声把我养的小猫吓得躲在厕所不敢出去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因为担心我的猫，在家里的角角落落都装了监控。那些不堪入目的视频，高清 1080P， 不仅面目清晰，连孟云云后腰的一颗黑痣都清清楚楚。我有些好奇，当沈安变得越来越消瘦，苍老干枯如同骷髅，面上身上爬满黄疸，控制不住腹泻恶心，把浑身都弄得臭烘烘脏兮兮的时候，他心里那个单纯无辜的傻丫头还会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沈安越来越消瘦，病态已经不能掩藏，化疗对身体的伤害巨大，短短10几天，他大把大把的掉头发，被痛苦折磨得吃不下睡不着，整日在病床上痛苦的哀嚎，求医生给他开镇痛，就连孟云云都对他日渐敷衍，偏偏这个蠢货看不出来。我一次次看他悄悄给他发消息、打电话，被无视，真的可怜。不是想见他吗？我状似不经意地说起要回家看看，沈安眼睛一亮，浑浊的眼睛里重新迸发出光芒。他死皮赖脸的非要跟我去，我把他安排在了阳台一个绝佳的观景位置，推说风凉去给他拿衣服。楼下花园里，我的好妹妹正喝着红茶，和她的小姐妹打电话。你都不知道她那个错样儿，年纪又大，皮肤又差，身上还一股味儿，就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身上才有的那种味道，不知道是不是拉裤子上了，贼恶心。我拖着背，反正她也快死了，糊弄几天，让她给我留一笔钱，最好哄着她立遗嘱。海南那套别墅的贷款还没还完呢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怎么样都得让他把钱吐出来再死啊！以后要么找个小鲜肉玩着，要么再去钓一个，反正我还年轻，总不能为个死人守寡吧。等我去取了毛毯盖在他腿上，沈安颤抖地哭了起来。沈安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腰，整个人像是受伤的孩子一样，一头扎进我怀里。我愣住，忍着巨大的恶心，我把手轻轻搭在了他的头上，安慰的抚摸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突然浑身僵了一瞬，压抑的哽咽声里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对不起。他眼中是浓浓的愧疚，还有藏得很深的忐忑。如果我做了很错很错的事，你会不会放弃我，不要我了？我摇了摇头。自从他出轨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不要他了。沈安格外抗拒住院，但病情不会因为他的不想而削减半分。他几乎吃不了东西，吃什么都吐，瘫倒在厕所门口，冷汗涔涔。原先高大挺拔的人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。我察觉到他有浓烈的自杀倾向。夜里，我听见沈安起身去了阳台，手机莹莹的光照亮他惨白的脸。他还穿着薄睡衣，一手夹着烟，猩红火焰在他指尖跳跃，很煎熬吧？他的死期将至，孟云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敲到最后一笔巨款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太贪心，以向我摊牌为由步步紧逼。你敢？我听见沈安压低声音气急败坏的威胁。孟云云，如果你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能让你的无码照片出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交媒体上，让所有人看看你不要脸的贱样。反正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起身去寻他。18层的高楼，狂风自窗口灌入，底下是整夜长明的霓虹，人都变成了渺小的蚂蚁，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等待死亡。沈安就站在风口，双手紧握着窗框，背影佝偻，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的尖叫声把他从思绪中拉回。沈安浑身一个哆嗦，
他扭头冲我扬起一个讨好的笑容，带着些小心翼翼。屋子里有些闷，我只是想吹吹风。他战战兢兢，面如土色地把手机往身后藏了藏，就像是刑场上等待宣判的死刑犯。因为心里藏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重重压着，让他开不了口，安不下心，日日夜夜都提心吊胆，不得安宁。我对他越好，他便越发惶恐愧疚。我是他弥留人间最后的希望，也是他死亡脚架上渐渐收紧的枷锁。在身体病痛和内心煎熬的轮番折磨下，他已经饱受摧残，变得形销骨立，行将就木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跑过去关上窗户。无止无休的狂风骤然停下，空气一时变得安静而压抑。沈安双眼空荡，魂不守舍地喃喃自语：如果能马上死掉该多好！这怎么可以？他凭什么轻轻松松地去死？他该痛苦地活着，然后绝望地死去。我把衣服披到他身上，一摸他的手，果然已经冻得冷硬如铁。他好像被烫了一下一样，整个人在发抖，眼神微闪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用力地抱紧我。他说：我这辈子对不起你。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知道他说不出口的未尽之语，对不起有用吗？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让我忘记伤害，忘记10年来共享的每一个甜蜜与忧伤，把那段一起走过美好又艰难的岁月从我心里挖出来吗？脏了就是脏了。我突然很想握着他的肩膀，问他为什么我们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，抛弃誓言，一次又一次和孟云云偷情欢愉？为什么一边愚弄我，把我哄骗得团团转，一边又口口声声说爱我，离不开我？我心里隐隐有个答案，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愧疚。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癌症，没有亲眼见识到孟云云的真面目，他只会继续把我当成一个傻子来欺骗。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。他既想要年轻鲜嫩的肉体，又暂时不想抛下我这块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鸡肋。我心里烧起野火，胃里翻腾，喉咙艰涩，如同被火燎过一样。我想歇斯底里的怒吼，甚至直接一巴掌甩到他脸上，告诉他我恨他，控诉他的不忠。可最终面对这张蜡黄瘦削的脸，我迟迟发不出一丝声音。没必要，我已经不想再去回忆第一次看到监控视频时的心情了。那段时间就像噩梦一样，我疯狂地查手机，盯监控，跟踪尾随，逐条逐点地核对日程表。我变得患得患失，疑神疑鬼，变成一座压抑着不甘与怒火的活火山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内里滚烫沸腾。我已经在崩溃的边缘，整晚地睡不着觉，漫无边际的幻想充斥在我的脑海。有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是幻象还是现实。如果不是那份诊断证明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现在想想，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呢？10年又如何？儿时的玩伴有多少走着走着就散了？年少时爱过的人也失落于人海，或许有遗憾和不甘。但是我的一生这么长，还会有好多个10年。几番犹豫，我轻轻开口，我知道很痛苦，就当为了我，再坚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用力握着他的手，柔情蜜意，眼含热泪。我根本就不敢想象，要是有一天你离我而去，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？到时候我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财富有财富，一夜变成黄金单身富婆，再也不用为了所谓的爱情而患得患失，智者不入爱河，只听从本能，跟随荷尔蒙的吸引就足够，不会伤心，
只有快乐。什么手控、腿控、锁骨控，什么禁欲系理工男、少年感体育生，节假日再出国邂逅一下深眉大眼的异域风帅哥，实在闲得没事做，就去收收房租，看看天南海北的大好山河。我赶忙低下头，把脸埋在自己的胳膊里，光是想想，我都要笑出声了。我给沈安选择了最好的专家、最舒适的单人病房，还有最痛苦绝望的死法。对现在的他而言，尽力活着或许远比死亡更加痛苦。他完全不能进食，每天只能打营养针，整个手背青青紫紫遍布针孔，因为控制不住的呕吐，插起了胃管，腹胀腹水，穿刺引流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任何的医疗措施都是无用功，只能短暂延长他的生命，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，去换取一个早已经注定的悲剧结局，值得吗？我不在乎，因为我只要他活着，这是道德绑架。我心里清楚，有什么比经历了种种病痛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躺在病床上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日比一日糟糕，慢慢步入死亡，更加折磨人的呢？病房的位置很好，推开窗就能看见后面的花园，深秋的梧桐叶被染成绚丽的黄绿色，在风中片片凋零。冬天快到了，在旧年里最后的一段时间，他的状态突然好了一些。透过玻璃墙，他面色惨白地向我努力微笑，把头靠在玻璃上哈气，画出一个滑稽的笑脸，打起精神和我说：“我又梦见咱们高中时候，媳妇，我不怕死，我只害怕你忘记我。”他临终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我带他去外面走走。我们一起去学校，校门扩建了，隔着栅栏能看到操场上打篮球的高中生们。快期末考试了，行知楼前的孔子和老子雕像前被学生放了苹果、花生。我看出他目光里的怀念，和保安大叔问了问，今年校外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出，只能遗憾地在外面看。沈安突然一脸惊喜地指了指隔着一条街的奶茶店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竟然还在。1块钱的甜筒，2块钱的柠檬水，每个放学的黄昏，店门口必定围满了学生。我推门进去，门口的风铃发出当啷脆响。年轻的老板抬头说了声欢迎光临，虽然招牌一样，但里面的装修已经变得截然不同。沈安的目光落在一面装饰墙上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便利贴，上面写着各种简短又可爱的句子，字迹各有不同，有的还画了爱心和表情包，显然是出自学生之手。我问，在看什么？我们的便利贴找不到了。他的声音低哑，带着久病的喘息和颤抖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伤心。我却不以为然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怎么可能还在？我笑他天真，时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，世间万物都逃不过，只有他固执的不愿意去相信。我们一起去了景华南街，那里是以前的玻璃厂家属院，我们租了个地下室，狭小阴森，连卫生间都没有，只能去外面的公共厕所。因为我怕黑，他在门口的梧桐树上挂了满满的星星彩灯，牵着我的手，我们一起走过黑暗但却星光闪烁的那段回家的路。现在政府棚户区改造，原先的地下室变成了绿化和健康步道，常在楼下摆龙门打麻将的大叔大婶不知搬去了哪里，巷子口卖栀子花和梨膏糖的老婆婆也不见了。她的表情错愕，半晌不说话。慢跑的学生戴着耳机自我们旁边跑过，他好像一瞬间老了，失去所有的精神。回医院后，状态急转直下，在弥留之际，他气息奄奄，冰冷而枯槁的手奋力伸向我。你不要忘了我，不会忘，也不敢忘，
以后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对他的缅怀和纪念。你还爱我吗？我迟疑，我可以骗他，我也应该骗他，但是我直直盯着他浑浊的双眼。我不爱你，从你出轨的第一天起，你就不配再提这个字眼了。沈安的眼睛陡然睁大，惊恐又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呵哧呵哧喘着粗气，他在费力地呼吸。我缓慢而又坚定地抽出自己的手，直视这张已经和少年时变得截然不同的苍老面孔。你的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一文不值的废物罢了。你不知道，为了照顾妙妙，家里到处都装了监控，你们抱着啃的画面我逐帧保存，自虐一样的来回看。我一直在想该怎么报复你。那段时间我麻木而崩溃，脑海里充斥着乱七八糟的念头。结果老天的报应先降临。我抽出一张纸巾，擦了擦被他碰过的右手。结婚戒指我已经很久没有戴了，银白钻戒不适合我，说到底只是快叹而已，还是大金镯子比较好，富贵保值。沈安目眦欲裂，脸上尽是惊愕不甘，灵魂被困在这具枯槁躯体里，不能反抗，也无法逃避。你曾经说过，如果背叛我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这是你的报应。窗外电光乍亮，沈安突然剧烈地挣扎起来，手脚扭曲着，费力地伸向我的方向。他的眼中充斥着红血丝，颤抖的嘴唇抽搐着，说不出一个破碎的句子。一张口，含混的声音伴随口水流下，闪烁的光暴把他的身影照得狰狞，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。我却一点也不害怕，远远地看着他，心里无悲无喜。我会好好活着，精彩的生活，不过无所谓，反正你也看不到了。天边惊雷炸破，一瞬的电闪雷鸣照亮整个房间，定格在他未合上的眼睛。我轻轻帮他合眼，心里的恨意也渐渐消散，随之消弭殆尽的还有这10年来的爱意。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为他收敛遗体时，我从他的大衣口袋发现一个叠得工整的信封，里面是遗嘱，还有一封遗书。他委托了律师，做好了公证，把全部的房产、期货、股票都留给了我。他是孤儿，无父无母，被奶奶养大。这许多年来，都只有我们2个人抱团取暖。这封长信足有9页，前面字迹还勉强算工整，后面就变得潦草而混乱，一笔一画都在颤抖，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我只看了第1页，媳妇，原谅我的自私和懦弱，我只敢用写信这样的方式和你道歉。我快死了，我一点都不想死。我还没有和你去看过极光，没有一起在野外星空下相拥而眠，没有属于我们2个人的孩子，没有变成一对白头发的老爷爷老奶奶，再把栀子花戴到你的手腕，互相搀扶去买菜市场最新鲜的藕和排骨。我不想带着对你的谎言死去，但我更不想看见你失望的，或者后悔的。愤怒的眼神，我害怕你说不要我了，我会承受不住的。原来一直以来，不是你离不开我，而是我离不了你。还记得结婚时我向你宣誓，无论贫穷富有，无论健康病痛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在一起，互相扶持，慢慢变老。你一直做得很好，是我对你问心有愧。从前穷，让你跟着我过了不少苦日子，在景华南街那间狭小潮湿的地下室里一待就是3年。后来事业起来了，我又对你不够关心，因为我总是能想起你陪我吃苦的那段日子。我们2个就像是下水道里抱团取暖的2只老鼠，无处容身，和这座大城市格格不入。后来我飘了，觉得自己有了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。我不再是创业失败、一事无成，需要家里那一盏灯来给予温暖的小沈。
我是沈总，外面的世界广大精彩，我配得上更多更年轻更好的。而见证过我最颓废不堪样子的你，让我抗拒，让我觉得负担。我出轨了，一滴泪打湿信纸。我逃也似的赶忙合上信，摸摸脸颊，才发现满手湿润的泪水。我懒得再去看那些毫无意义的解释与道歉。我能理解男人的劣根性，却永远不能原谅。只是说，算了吧，剩下的内容也不必再看。在宋律师的帮助下，我没什么波折的通过打官司赢得了沈安曾经赠予孟云云的各种财产，转账占大头，足有180多万。此外还有海南的一套房产。倒是没有买什么奢侈品包和衣服，也省得后续麻烦。孟云云喜欢捡二手的，我却嫌脏，既辣眼睛，又令人作呕。判决结束后，过了几周，我意外地收到了孟云云的信息。我想和你谈谈。谈个屁，我和他应该没什么好谈的。隔了2秒，对方回复：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沈安的，我们在咖啡厅见面。孟云云穿着貂，背着包，端的是正宫娘娘的姿态。她得意洋洋的一手扶腰，一手摸肚子，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壮声势，打扮得格外浮夸。不同于以往清新绿茶的装扮，她今天浓妆艳抹，眼线拉得老长，大红唇看着跟血盆大口一样，满脸写着小人得志的嚣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是想和我争吗？来抢啊！不会下蛋的老母鸡，结婚3年连个蛋都没有，我勾搭几个月就怀上了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他捂着嘴哈哈大笑。这就是命，我的宝贝儿子给我带来的天生富贵命。孩子3个多月了，已经坐稳了。你休想使什么阴招陷害我和宝宝，你这一辈子都抢不过我，只能被我踩在脚底下。发烂发臭，我脑仁突突的跳，真想建议他除了《甄嬛传》和青春伤痛文学，多少也看点普法栏目剧吧。老大一个人，要道德没道德，要知识没文化，顶着一张空空如也的脑袋，幻想所有人都要害他。大清已经亡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可不是你说啥就是啥的。现在讲证据，讲法律。你说孩子是沈安的，证据呢？到了法院你也跟法官耍撒泼这一套吗？他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，脸色被气得白里泛青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扯出一个假笑。他放软姿态：姐姐我错了，但是再怎么说孩子都是无辜的，他是沈安的骨肉啊，血脉至亲。你难道忍心让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家吗？以后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，我让他管你叫干妈，我们2个人一起把他抚养长大。我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了他一眼。少来，我嫌恶心。你是自己上赶着要当单亲妈妈，受苦受穷都是你活该。孟云云当即改口，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。是我犯贱，我有罪，但是孩子没有错呀。孩子的爸爸已经死了，就是他泉下有知，也会想让自己的骨肉过上安安稳稳的富足生活吧。整个一前倨后恭的大动作，开始走琼瑶苦情路线了。那你去找孩子他爸哭吧，任他自虐卖惨苦肉计。我只咬死一句话，关我屁事！除非你拿出沈安自己签字认定的亲子鉴定书，否则我不会承认，法院也不会认可。我们不欢而散。第2天，孕妇竟然带着全家登我家的门，他们在外面疯狂敲门。我打开密室，逃脱主题的惊悚电影，耳机一戴，噪音白白，欢快地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。直到中午，饿得饥肠辘辘，我才点了外卖，寻找新的电子榨菜下饭。外卖小哥送餐到大门口，我这才发现他们还处在外面。
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一手死死扣着门框，不让我关门。不管怎么说，云云也是你的妹妹，你忍心看着她去死吗？她才19岁呀！阿姨在一旁抹眼泪，哭着哭着就要跪下来抱我大腿。阿姨求你了，你就给你妹妹留一条活路吧，他们孤儿寡母也需要吃饭呢。说着，拉着孟云云也要来向我跪下。我冷笑，她和沈安勾搭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是她的姐姐？人伦罔顾，畜生不如。现在哭天喊地叫姐姐了，你就算是叫祖奶奶都没用。我不去找你的麻烦，你倒是好，敢舞到我的面前，赶快走，不然我就报警抓你们。我只是嘴上严厉，但看着他抵在门缝夹住的手，还是没有用力。两人对了下眼，扑过来拼命拉开门，双拳难敌四手。我很快不敌，大门洞开，我被推搡在门边，抱着膝盖半天起不来。三人有如蝗虫过境，土匪进村，冲进我房子里就是一通乱翻乱找。为了亲子鉴定取样，他们三人可谓用心良苦，不仅抱宝贝一样抱着骨灰盒不撒手，还去席卷了床单被套、牙膏牙刷，撅着屁股在角落地板里双手捡起掉落的头发丝，视若珍宝。他们抱着洗劫的东西正要走，转身一头扎进了警察同志的怀里。站住，就是你们几个人寻衅滋事。我在一旁适时提醒，现在改入室盗窃了，人赃并获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的办案效率太高了，不愧是人民子弟兵，军民鱼水情。改明我一定专门定做一面锦旗感谢你们。我抬眼看了一眼阳台挂的黑白照片，有些膈应，明天就可以换掉了。骨灰盒里当然是空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先生他生前放浪不羁，爱自由，最喜欢浪。他临终前特意要求我把他的骨灰撒向五湖四海，现在他应该已经沉眠水底，享受永恒的自由了。但是这个盒子是最高档的材料，外面是紫檀木，里面是纯黄金，雕龙画凤，重工打造，售价88800，正规厂家，有开发票的。至于这些牙膏牙刷、床单被罩之类的，我就不计较了。盗窃金额3万至10万，属于数额巨大。警察同志，你快把他们带走吧，天冷了，让他们一家3口去里面有吃有喝，过个好年。直到这时，孟云云才如梦初醒，她怨毒地盯着我：“你是故意的，警察叔叔，这是陷害。”我爸也在旁边舔着笑打圆场：“没有，小孩子胡说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盗窃不盗窃的，我是他亲爸，这孩子开玩笑呢。”他边点头哈腰的递烟，边用手指点了点脑袋。这孩子刚死了老公，受的刺激太大了，这会儿精神不正常。他说的话不能信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不甘示弱地冷冷回怼：“吃自己女儿的绝户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是死了老公，但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你们2个人出轨勾搭在一起，把妈妈逼死，把家底掏空，全给这个贱女人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把我也逼死吗？”女警官温温柔柔地拍着我的肩膀安慰。我调出屋内监控，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他们3个是怎么蛮横无理地闯入我家。他们大摇大摆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被推搡的在门边久久不能站起来，弱小可怜又无助。3个人洗劫一般，把整个家里角角落落都摸了个遍，连摸带拿，边翻还边讨论这个要不要，那个行不行。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阿姨，甚至趁机摸了我的首饰盒，偷偷撩起衣服，把我的项链和手链往胸间塞，场面一度辣眼睛。3人直接洗提银手铐，临走，孟云云还扑过来想要挠我，
我漫不经心地往他心口再捅一刀。进去了以后，早睡早起，积极改造，多看新闻联播，多踩缝纫机，趁这个机会还能学门手艺。后来孟云云被拘留，一直到多年后，我才再次见到她。我从商场出来，打开车门，微醺中我看见大街上围了一圈人，老远就听见骂街的声音，说是孩子偷吃了蛋糕房的面包，被店长扣下，反而把人家的手给咬了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抓住。孩子的手乱拿乱碰，不卫生，整盘被碰过的泡芙都要家长买单，双方争执起来。7、8岁的孩子在疯狂踢打着他的妈妈，一直叫着嚷着，撕扯着他的衣服，让他付钱，想要离开。女人看起来30多岁，穿着件半新不旧的黑裙子，粗疏的蕾丝很廉价，已经抽丝皱巴在一起，就像她粗糙干燥遍布皱纹的脸一样。我总觉得她的脸似曾相识，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仔细辨认才发现是她。人群指指点点，孟云云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，一动不动，只一个劲儿地抹眼泪，任由周围的人骂那孩子不懂事、不孝顺、不会心疼父母。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听话，一定要好好教育，不然就学坏了，连自己亲妈都打，这妥妥是反社会人格。他和周围人仿佛站在了同一战线，通过排挤那个男孩，达到了内心的满足。他穿的还算干净整洁，那孩子却像是从泥地里打过滚一样，浑身的泥渍已经看不见衣服本来的样子，袖子裤腿也短了半截，整个人瘦得像火柴棍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就当作好事不留名，给司机递了200块，让他帮我去把钱给店长。店长被耽误了生意，也想赶快息事宁人，他不再计较。孟云云却不依不饶，要把那盘买下的泡芙全都拿走。这下周围人也都看不过去了。有什么样的家长，才会有什么样的孩子。原先低眉顺眼的可怜母亲，在看到我的瞬间，突然面目狰狞。知道是我给的钱后，更加癫狂，像是被点着的炸药一样，双眼通红的向我扑过来。谁要你的施舍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还没近身，就被司机反手推开。孟云云一屁股坐地上，无能狂怒：我诅咒你！诅咒你永远也得不到男人的爱。我平静地看向他，笑了起来。我要那种脏东西干什么？我有钱有闲，精神富足，本来就已经过得很好，从不需要向别人借光。我让司机发动车子，透过车窗，孟云云的身影越来越远，渐渐看不见了，眼前只剩高楼、大厦、街边的店面与路过的人流。橘红色的夕阳在楼宇的空隙间沉没，夜色在蔓延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彻夜长明的霓虹彩灯渐次亮起，把城市的夜照得亮如白昼。我不再害怕黑夜，明天太阳总会照常升起，又会是崭新的一天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结婚5年，老公陈燕在外面小三，私生子一堆。我提离婚，被他关进精神病院致死后，我重生了。重生在陈燕求我去他家的当晚，我刚把他推开，堂妹夏有力把他抢过去，挑衅地对我说：“我喜欢他，姐姐不如把他让给我。”我没有精神病。可没人信我的话，我解释一次，就会被电棍击打一次。到后来，我不解释了。我自己想办法逃跑，可这里看守如铁桶。我逃跑后被抓回，关禁闭，不给吃，不给喝，被注射大量的镇静剂。敢反抗就不停地电击。我死的这天，医院的人给陈燕打电话，电话那端的陈燕声音冷漠：“
确定死了再通知我。我心如死灰，临死前，我看着灰白的天花板，眼泪一个劲地往外涌。我想，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选择陈燕，不会选择男人，我要选择做我自己。在无尽的悔恨里，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再度睁眼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陈燕求我送她回家的这晚。陈燕邀请了学校大半的毕业生到她家的酒店参加毕业宴，在无数倾慕她的女同学的目光里，一身纯黑礼服的陈燕将她的法拉利车钥匙递给我。她醉眼朦胧，年轻的面容上满是深情。微微，能送我回家吗？我喝了酒，不能开车，我只想要你送。微微，可以吗？求你了。上一世，在同学们一双双羡慕嫉妒的注视里，我愚蠢的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，我心如小鹿乱撞，红着脸接下了他的车钥匙。可此刻，他深情的脸与上一世我和他大闹并提出离婚后，他用脚狠狠踹我，骂我不配提要求，强行将我关进精神病院时的脸重合在一起。我忍不住一阵恶心，我把他的车钥匙一把挥到了餐桌上的汤里，跑到洗手间就是一阵呕吐。吐完出来，陈燕在洗手间门口等着我，她醉得更厉害了。她抱住我，微微，别推开我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了3年，我不喜欢你。陈燕还要死缠烂打，一个女孩从天而降，她一把将陈燕给抱住了。看到来人，我愣住，来的是我堂妹夏有丽。她对我挑衅一笑，我喜欢陈燕，微微姐你不想要的话，不如让给我。陈燕被夏有丽抱懵了，抬起头看着她，醉红着眼撒娇，微微，跟我回家。夏有丽摸她的头，笑容温柔，好呀。我不知道夏有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又怎么会喜欢上陈燕。夏有丽虽然就读的大专和我同一座城市，但距离很远，坐车都得1个多小时。我从小就卷，成绩优异，上的985，是邻居们嘴里别人家的孩子。而夏有丽从小到大都摆，能读大专，都是叔叔婶婶又打又揍，填鸭子似的填上的。夏有丽曾亲口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我，因此我也不怎么待见她。我记得我和她的上一次见面，还是年前爷爷因病过世，参加爷爷的葬礼。那次她烫着灰绿色的头发，一套明黄配深绿的厚睡衣，裹得像个球一样。到爷爷家就把最舒服的一张沙发给占了。到老人的相片前敷衍的拜过后，就窝在沙发上连着打了一天的游戏。时隔半年，我发现他变得有些不同，灰绿色的头发染回黑色，扎着半高的马尾，贴了双眼皮，人也苗条许多，穿着素净的白色 T 恤、浅蓝牛仔裤、洁白帆布鞋。看了一会儿，我惊觉现在的他和我竟有8、9分相似。或者说他是照着我的样子弄的，也难怪喝醉了的陈燕会对着他叫我的名字。虽然和他关系生疏，而且看他的样子，明显是为了挖墙脚有备而来，但想到上一世陈燕的狠合渣，我忍不住对他多嘴了一句：“你想好了，陈燕可不是什么善茬。”夏有丽哼笑：“你不会是舍不得了吧？想和一个喝醉的男人玩欲擒故纵，脑残吧你？”我气笑了。行，你不残，你牛逼，你第一。你在海里开飞机，陈燕送你了，你加油，可千万把他拴牢了。有人上赶着要抢走这个绝世大火坑，何乐而不为？当晚我收拾行李，回了乡下老家下塘村。上一世，我毕业后回家宣布要嫁给陈燕，我爸妈和哥哥都不敢相信，他们感到惋惜。我读了20多年的书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什么都没来得及尝试就嫁人了。我哥问我：“微微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
你还小，没什么精力，早早结婚生子怪可惜的。你要实在觉得找工作难，先回来跟哥干几年，哥带你搞养殖。”那时我被虚荣蒙昏了头，只考虑了一天，还是决定嫁。陈燕给了我家很可观的彩礼，还给我家建了全村最豪华的4层楼房，装修家电全都是顶级，村里人都羡慕死了。然而我家里却只有我嫂子最高兴，我爸妈和哥哥更多的是沉默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爸妈失望，也不会让哥哥担心了，因为我决定，我要回来跟他们搞水产养殖。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搞钱，重生了，可我依然是废物一枚。这一年最赚钱的门路，愣是一个都想不起来，哪怕死记硬背几组彩票号码都好。可我该死的，从来没有过买彩票的习惯。下划线，我唯一能记起的是这一年年底，我哥养的桂花鱼价格莫名暴涨，比往年翻了至少5、6倍，个头最大、质量最好的更是翻出近10倍的价。我哥一向是多品种养殖，他这一年弄的桂花鱼苗很少，虽然价格暴涨，最终也只挣了个辛苦钱。听到我这个大学生要在家里搞水产养殖，我爸、我妈比上一世听到我要嫁人时还要震惊意外。我爸语重心长：“爸爸送你上大学，不是让你回来跟我们养鱼的，是想你找个轻松的工作，像电视里的坐办公室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。”我妈也急得不行：“薇娅，这么多年我们都是怎么干活的，你也都看到了，这一行起早贪黑的，吃不尽的苦头啊。”我笑道：“爸妈，你们就让我是1年，就1年，我倒也没有想一直做水产养殖，毕竟这个多少有些看天吃饭，而且我远没有我哥有经验。我都重生了，我要走最稳的路，赚最多的钱。”我爸妈叹了半天的气，也就有我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也没指望我这1年能帮着赚钱了，就只当是让我玩1年。我哥全力支持。我哥是水产大户，养殖面积近400亩，另外还有旱田等。我让他把田都挖了，下半年全部养桂花鱼，因为我知道后面很多年，下塘村的桂花鱼、其他鱼类、螃蟹、小龙虾等水产养殖都会长久不衰。我爸妈看我搞这么大的计划，都吓坏了，他们都劝我就别想搞大事了，好好的玩上1年就成。我怎么向他们保证都没用，见劝不住我，他们就劝我哥，可我哥都听我的。我说养桂花鱼，他就同意养桂花鱼；我说挖塘，他就联系好了挖机准备挖塘。我哥说大学生有想法就得支持。我爸妈拿我们兄妹俩没辙，愁得几夜几夜的都睡不好。除了爸妈担心的要死，家里还有一个激烈反对的，是我嫂子。我嫂子闹到要跟我哥离婚，我哥怎么哄都没用，嫂子直接放出话：要么我走，要么他走。这个家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我能理解我嫂子，我哥和他能把家里发展到如今的地步不容易，看着闹得人仰马翻的家，我真的好想抽死只记得这一条发家致富捷径的自己。但凡多关注一下时事，也不至于让爸妈担心，让我哥、我嫂子难受了。我连夜把我哥这些地1年水产的基本利润估算出来，给我嫂子写了张欠条，按1年2倍写的。如果我让我哥亏了，我明年就出去打工，按欠条上的数目给我嫂子还债。我嫂子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她轻拍我的手臂：“你个傻姑娘，你一点经验都没有，这么多年也没吃过什么种地养殖的苦，这可不是好玩的呀！你要全亏了，咱一家全都要喝西北风蛙。”我知道她也是担心，眼下的我也只能苍白又无力地用言语保证：“我会好好做的，
嫂子依然无法相信我，她没有收我的欠条，收拾行李回娘家去了。我回来养桂花鱼的事，成了全村的笑话。我叔和我婶，也就是夏有利的爸妈，也帮着我妈劝我，让我好好去大城市里找份稳当的工作。我反过来劝他们，叔婶，今年别养其他鱼和虾了，跟我家一样，都养桂花吧。我觉得今年年底这个肯定能赚大钱。我叔我婶沉默了，他俩和其他村里人一样，都觉得我读大学读傻了，然后他们没敢再劝我，每次看到我还躲远远的，生怕我逮到他们再劝他们养桂花鱼。我和我哥请挖机挖田时，陈燕出现在我家，开着豪车，带了许多昂贵礼物。他说想我了，请我跟他回城里。在大学里，我是校论坛里票选出来的校花。陈燕追了我3年，她现在追过来，不过是对3年追求无果不甘心而已。我一身是泥，呵呵一笑，跟你回去是不可能的。你要真想我，行啊，跟我一起养鱼。知道他优越惯了，有洁癖，从骨子里看不起农村，嫌弃农村脏乱。我故意用满是泥巴的手往他雪白衬衣上抹，淤泥和水草腐烂的味道直冲他鼻子，他连连后退，一脸恶心想吐的表情。我冷笑，看到没？你和我不是一路人，赶紧走吧。陈燕装的一脸的卑微，你是在跟我置气吗？如果是因为夏有利的事，我向你道歉，他太像你，我才认错人。他那天只是送我回家，我并没有把他怎么样。我最喜欢的人是你，想娶的人也只有你。微微，乡下的生活一点也不适合你，你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白天鹅，你应该到大都市里绽放光彩，而不是在这腐臭低贱的农村里作践自己。乖，跟我走吧。我火了，走你妹！这里是我家，谁请你来了？还嫌我家？你滚呐！赶紧滚！上衣是我就是被他破，为了做什么狗屁白天鹅？我常年节食、美白、补水、丰胸、丰臀等各种美容针不断，因为过度医美加节食，怀了孕都保不住。我将他推出去，又把他搬来的礼物也全都扔出去。夏有利再次出现，她穿着雪白的连衣裙，白莲花一样，哄着劝着，将气得脸色发青的陈燕给拉走了。后面一段时间，仍不死心的陈燕又出现了几次。我用泥塘里的水泼他车，把鳝鱼泥鳅扔他头上，将塘里清理出来的烂草臭鱼泼他。陈燕彻底怒了，她变了脸。夏薇，你特么就不知好歹吧？我真是瞎了眼，还以为是块璞玉可雕，低贱货就是低贱货，你就一辈子烂在这死农村里吧，没出息的废物！我舀了更多的臭鱼泼向他，陈燕吓得跟小丑一样连蹦带跳，骂骂咧咧地逃往夏有利家去了。塘都挖好后，我哥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进桂花鱼苗，但还是不够。我爸妈虽然一直担心不已，但看我们遇到困难，立马把他们的存款也拿了出来，但凑来凑去，至少还有20多万的缺口。晚上爸妈打着电灯出门，我看到他们去了叔叔婶婶家，猜到可能是为了帮我们借钱，我也跟了过去。到门口一听，果然是找叔叔婶婶借钱来了。先前陈燕从我家被赶走后，一直住在夏有利家里。她和夏有利的感情突飞猛进，短短几天之内，陈燕给夏有利家里换了全新的家电，给叔叔婶婶买了无数昂贵的营养品、金银珠宝首饰等等。现在还请了知名设计师过来，帮着做设计，要给夏有利家里盖别墅。还有村里人看到陈燕给夏有利和婶婶都送了银行卡，随便他们怎么刷。叔叔婶婶知道我爸妈借钱要做什么，两人都劝我爸妈别再放任我做主了，
还对我爸妈说绝不会借钱给我这样的败家女，说村子里的人都在背后骂我爸妈，还有哥哥都疯了，居然放任我一个闺女瞎搞。说我是矮子想登天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全村人都在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呢。爸妈卑微的还要求他们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爸妈，我们回家，钱的事我自己再想办法。我把爸妈拉回了家，回房刚要躺下，窗子被人敲响。我走过去，拉开窗，意外地发现竟是夏有利。我以为他是来炫耀的，皱起眉，什么事？夏有利将一个黑色塑料袋子从窗口递给我，从半开的袋口里，我看到里面密密匝匝的都是现金。我愣住，你什么意思？夏有利又递过来一张纸，一支签字笔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是欠条。夏有利淡漠道：“30万，不白借，利息我要2个点。”我想不通，为什么？夏有利不耐烦：“你要不要？不要我不借了。”我一咬牙，果决道：“借，这可是他借钱给我，又不是我借给他，还怕有去无回不成？钱都在我手里，我还怕个锤子？”他指着欠条签字，我在欠条上签了字，他拿起欠条就走。夏有利，我喊住他，他转过头，更不耐烦，说：“我心情变得复杂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种时候帮我的竟然会是他。关于陈燕，我一下子也不知如何跟他讲，想了想，说：陈燕这个人很渣的，你和他在一起，你可想清楚，小心别受伤。”夏有利这次很耐心地听我讲完，而后他挑了挑眉：“渣男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把他当人，只当个工具不就行了？一个提款工具而已，能受什么伤？”我想到上一世，我知道陈燕在各个城市养女人，生私生子后，我和他大闹，我非要离婚，可他不肯，倒不是多在乎我，而是离婚后就会破坏他在商圈里立得体贴绅士的爱妻人设，他就强行把我关进精神病院，将我生生折磨致死。我忍不住提醒夏有利，恐怕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利用，你还得多加小心。夏有利轻笑出笑：“我可没你蠢。”谁也没料到，年底一场暴雨，村里好多养殖户都翻了塘，亏损不少，我家也没例外。有一片塘绝了口，连着几天都没看到塘里有鱼的影子。村里所有人都在背后笑话我爸妈还有我哥，说他们放任我一个女娃子胡闹。这下好了，底裤都要亏光光了，还得欠一屁股烂债，8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还有幸灾乐祸地说看中了我家的房子，看中了我哥的几百亩鱼塘，要买我家的房子，要接手我哥承包的所有鱼塘，不管亏多少，我们还是要请人帮着收鱼。往年只要我哥请人，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会抢着来，因为我哥结工资结得爽快。可今年，除了几个忠厚的、信任我哥的，全村再没其他人来，我便去外村请了几十人来帮忙。这天正要去塘里收鱼，我嫂子被他妈逼着来我家，放下一张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非要跟我哥离婚。我嫂子的妈妈怕没离婚的话，到时候我嫂子会跟着吃苦，会跟着有还不完的债。我哥黑着脸，等我收完鱼再说。我嫂子的妈妈声音更高了：“塘都翻了，还有个屁的鱼！”我哥气哼哼的大步走了。嫂子，您和阿姨都消消气，等我们忙完了，我哥会给你们一个答案。我无奈的宽慰几句，抱着雨裤也快步跟上我哥。没走多远，我被一辆锃亮的跑车拦住，陈燕的。他下车拦住我，一副救世主的施舍表情：“夏薇，这下知道世事没你想的简单了吧？你一个穷酸泥腿子，就别异想天开了。我给你个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
回家把你一身的穷酸味洗干净后跟我走，我给你在一线城市买房子，给你买车，再给你100万，你家眼前的难关就能过了。我冷笑，跟你走，给你当小三，再给你生私生子。就在这半年里，陈燕和夏有利进展飞速，两人已经在国庆领证结婚，在村里摆了3天的流水席。陈燕呵笑着挑眉，何必说这么难听？眼下除了我，你还有别的路选吗？有啊，我的选择就是你去死吧。我举起有些分量的雨裤就往他身上抡去。夏薇，你疯了吗？我这半年一直在泥塘里摸爬滚打，力气练大了不少。陈燕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，这会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被我砸得连连后退。我又拿着雨裤往他的跑车上砸。疯子，你就跟着你穷酸的一家人还一辈子的债去吧。这时我哥给我打电话，我接听，哥，快来帮忙。我哥简短说完就挂了。我抱起雨裤往鱼塘快步跑去。到了鱼塘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，只见帮忙的村民们一筐又一筐的往上搬鱼，筐子里撒出的大小网子里全都是活蹦乱跳的鱼儿，大的、肥的，在阳光下闪耀着白色、银色的光。到了收鱼季，就在村里晃悠的鱼贩子、老板们全都涌了过来。老板们都在激动地打电话：下塘村，把货车弄到下塘村来收鱼，快点！最大的货车开过来，快快快！这一年，桂花鱼的收购价是史无前例的天价，我家赚疯了。我们披星戴月地忙着收鱼，累是真的累，但高兴也是真的高兴。我们家这辈子都没有赚过这么多钱，村子里的人几乎天天都来围观。哥哥是个大方的，第一天收工后到手几十万，他就给帮忙的村民们发福利，一人一筐牛羊肉，另一只筐里是烟、酒、水果等。夏德哥和我哥关系好，他是第一个全家出动来帮忙收鱼的。见先前村里人都不看好我们家，现在我哥给大家发了福利后，夏德哥就故意挑着领到的牛羊肉、好烟好酒，从村头晃到村尾，又从村尾晃到村头，高调地帮我家大出了回风头。先前请都请不来的村民们看得真是又眼红又懊悔。也有人阴阳怪气说我家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，一时的运气而已，管他什么言论。我们家没人去理会，也没空去理，还有好多鱼没收完呢。我嫂子回来了，是被她妈妈拖着拽着推回来的。我嫂子其实在我们准备收鱼的那天晚上，就忍不住想回家来帮忙，一直被她妈拦着，才没回来。这大半个月，听说我们赚疯了，他妈立马催着我嫂子回家。我嫂子哪里还好意思回，他妈就又强行把人给推回来了。我嫂子握着我的手，眼泪汪汪的，对不起小薇，嫂子虽然不支持我们，但她也一心为这个家着想。她是求稳的人，如果不是我有先知，这样大的投资确实是太冒险了。嫁给我哥这2年，嫂子都是跟着我哥起早贪黑的忙养殖。她对我哥、我爸妈都特别好，而且就除了这一次，我哥想做什么她也全都是支持的。因为我哥身体的原因，两人还没有孩子，我哥去看医生也都是我嫂子细心陪伴，没有一句怨言。他娘家那边问起，怕我哥被埋怨，嫂子还护着我哥，说是自己的原因。我回握住他的手，我没事，你要真心和我哥过一辈子，还请别再伤他的心了。嫂子重重点头，我肯定和你哥一辈子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该不相信你。我嫂子的妈妈抢着接口，没错没错，你嫂子就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。威尔，你是大学生，你想干的事准能行。你放心，往后你嫂子都听你的，你只拿你嫂子
就打呢。我说那倒也不用。他母女俩齐点头，用的，用的，都听你的。我妈在旁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我嫂子和她妈妈这才尴尬地收了声。我妈笑着瞥了一眼我嫂子的妈妈，对我嫂子意有所指道：“也不用你什么都听微微的，你自己得有点主心骨，自己的日子还得自己做主。”我嫂子红着脸：“妈说的对，我记下了。”我嫂子的妈一向快言快语，嘴上吃不得半点亏，知道我妈话里暗指的是她，这会儿也只是面红耳赤的一句话都不敢吭了。叫顾一栋，也是大学生，人长得俊，在北城做包工头，可有能耐了，让你家微微见见呗。年初二，村里给人说媒的方婶就来了，把我妈拉到后边的厨房里，一阵嘀咕。从年前开始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个了。往年过年只有村长家最热闹，今年却换成了我们家。从年底一直热闹到开年，一部分村民来我家是来取经和借钱的，另一半就像方婶这样，是来给我说亲的。听到方婶这次介绍的男方的名字，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这有能耐的大学生顾一栋，上一世是夏有利的老公。我还记得夏有利毕业后找工作连连受挫，后来就回了村，宅在家里打游戏，被他爸妈成天的说教，宅了大半年。突然有一天办婚礼，嫁的就是这顾一栋。叔叔婶婶天天在村子里吹嘘，说自家的女婿不比我找的陈燕差，可会赚钱了。夏有利嫁给顾一栋后，顾一栋把他的单亲妈妈迁去北城，把叔叔婶婶也一起迁去了。自此我再没听到过夏有利的消息。上一世临死前，我看到过顾一栋的一篇报道，彼时他已是身价100亿的当红影帝，是被一位广告商偶然相中后进入的娱乐圈，操碎了心的粉丝在评论区里催婚。顾一栋在采访里憨直地说自己不会再结婚，说他曾结过2次婚，结果2任妻子都因病过世，子女都没留下一个。他觉得自己不适合结婚，他不想再祸害人了。我看了报道才知道，夏有利早在我死之前就死了。我并没有结婚的打算，便没有留在家里相亲，怀揣着和我哥分成后的钱，到北城做投资，顺道去还夏有利的钱。夏有利让我陪他逛街，也不稀罕买什么品牌衣服鞋包，他尽往珠宝店里钻，然后买了一堆的黄金首饰，买了一堆黄金项链手镯什么的，嫌不过瘾，又花几十万买了好几块金砖。买黄金这个习惯挺好，保值增值。夏有利没要我还的钱，还把他最近又从陈燕那里捋的200来万都转给了我，要我拿着一起去做投资，说是算他入的股。我问，不怕我全亏了？夏有利点了支烟，意味深长地笑了。你一向比我聪明，记忆力也比我好，亏不了。我更确信了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重生来的。因为上一世的他是打死也不会承认我比他强。想到上一世他应该是没来得及看到陈燕和顾一栋的后续，才会这一世选择了陈燕。我如实告诉他，顾一栋后来发了，比现如今的陈燕强出很多。夏有利耸耸肩，他能发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那人赚起钱来不要命的。上辈子我嫁给他，其实是各有所图，他要跟他妈尽孝，我呢是想和你做不一样的选择，也是为了躲清静。我爸妈天天在我耳边叨叨你的名字，我烦死了。顾一栋这人除了傻点木点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上一世我和他都没感情，到北城后他也一直养着我全家呢。我好奇，你还和他离婚？夏有利，我后来不是死了吗？他得让他妈一直有儿媳妇，就离了呗。他狠狠吐出一口烟圈，吐槽：妈的，
打个游戏居然也能猝死，老子也是服气了。难怪这一世没再见他打过一次游戏，现在爱好改成买黄金了。我忍不住说他，那你肯定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的游戏，作息不规律才出的是吧？他夹着烟，望着天回想，那倒不止，好像是2年，不对，也没那么长，也就1年多吧，真没多长时间。他凑近到我面前，对了，顾移动要真能发达，你去把他收了呗。我也收了陈燕，咱俩谁也不亏谁，我对结婚也没兴趣。我现在一门心思只想赚钱。我再次告诉他，陈燕这个人真的稀烂，游戏能要人命，渣男也能要人命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把我上一世的遭遇讲了出来，让他有所防备。夏有利愣了会儿神后，又咧开嘴笑，伸手拍我的肩，那你上辈子还挺能装的，搞得全村人都羡慕死了，家家的孩子都被家长骂，恨自家孩子不如你。我爸妈要知道你真实的遭遇，我在家里的日子该多舒坦呢。我哼笑着给了他一记白眼，既然有我的前车之鉴，你还是小心点吧，别硬来，见好就撤，命要紧。夏有利轻描淡写道，我和他还指不定谁弄死谁呢。他又拍我的肩膀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胡来，就算我们活了2世，知道再多的赚钱路子也没用，就跟钓鱼一样，不撒个窝子出来，哪里钓得到更多的鱼？赚钱也一样，就凭咱俩借破天去，也不可能借到你之前搞养殖要的30万。陈渣男在我这起的也就是个引窝子的作用而已，钱才是王道。我不由得点了点头，没错，钱是王道。我打了辆车到工地上去接顾移动，现在他是我新注册的经纪公司的签约艺人，来北城几个月之内，我把手头所有的钱分了3部分，一部分买房，买的未来的拆迁区，一部分买了股票，未来会疯涨的白酒、黄金股、创业股等，还有一部分开了经纪人公司。之前我拒绝相亲后，来北城的高铁上，好巧不巧地撞上顾移动，我和他的座位还是同一排的连号，因为是老乡，我俩打了个招呼，还互留了联系方式。我不小心听到他在接电话时说有个项目缺一笔钱，他缺的数目我拿得出来。没多久，我就在夏有利介绍的朋友帮助下租了办公室，注册了经纪人公司，借了笔钱给顾移动的同时，连蒙带哄的和他签了艺人约。另外还有一个签约的是我在早市里撞上的，叫周凯。记忆里这周凯未来1-2年里会凭着在山里放羊时唱歌的视频而红遍大江南北。看我来了，顾移动一边摘着安全帽，一边风尘仆仆的大步向我走来，笑出一口整齐的白牙。夏薇你来了？不忙了吧？今天没我的事了。工地上顾移动的工友们哄笑着对我吹口哨，都被顾移动给制止住了。顾移动五官是很出色，身材也很高壮，可这么没日没夜地泡在工地上，头发灰扑扑的，皮肤晒得黑光发亮，就跟炭火堆里扒拉出来似的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有上一辈子的先知在前，我是怎么都不敢相信灰头土脸的他会被广告商相中，进入娱乐圈后还一炮而红的。顾移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后颈脖子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过来了，你稍等一会，我去换套干净衣服再来，我不能跟着你出去给你丢脸。他憨里憨气的傻样子让人无端端的心情就很好。我笑着摇头，不用了，你跟我走就行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他指指不远处的半旧面包车，我刚看你打车来的，你要不嫌弃，坐我的车不行？我进副驾座前，他抢着用后座他的一件外套把副驾座、安全带都擦了一遍，这才让我上车。
是个特别好说话、好脾气的男人，才在心里夸完他。很快我就被打脸了，顾一动倒没负我所望，我把他送到那广告商要经过的地下车库门口，还没站上5分钟，就被坐在车里经过的广告商一眼看上了。可在听说要拍男士内衣的广告后，好说话的顾一动把头都摇成了拨浪鼓，一堆的人劝，好说歹说怎么说都不行。顾一动坚贞不移，我生怕错过这个机会。先不说红不红，人家说了，拍广告的费用人家可是给到好几个万。我找老板商量，我这里还有个艺人，要不我让他来试试。老板也拿顾一动没辙了，同意了我的提议。我马上一个电话把周凯给叫了过来，管他唱歌的还是啥的，先把这几个 W 赚了再说。周凯很给力，打着车就来了，还特给力。听到说内衣广告，一来就把上衣给脱了，露出很有看头的肌肉。我激动地伸手去拍周凯的腹肌，向老板卖力推销。老板，你看我家周凯也不错吧，身材棒棒的。可我手还没碰到周凯的手臂呢，就被一只大手给握牢了。我扭过头，对上顾一动黢黑的脸，我瞪他，你干嘛？顾一动闷着脸，用另一只手一手就将身上的 T 恤给扯开，粗鲁地把我手的摁上去。我比他结实，要摸摸我的。我，死小子，还不是你死活都不肯脱，我才找的替补。周凯不甘落后，看顾一动扯了上衣，他做事就要把长裤都扒下来展示身材。顾一动伸手遮住了我的眼，没好气。周凯，你把裤子穿好。等周凯穿好，顾一动松开捂我眼的手，看着我，耳尖红得更黑了。你让周凯回去，我拍，我听你的。说好的坚贞不移呢？顾一动红了，周凯也红了。拆迁的房子都拆迁了，我又买了更多的房子，签了更多记忆里会出成绩的新人。每天都忙碌而充实，经常会抽时间和夏有利逛街旅游，再不就是去陪陪爸爸妈妈、哥哥嫂子，或者全家一起去旅游。祖国的大好河山几乎都转遍了。偶尔我和夏有利旅游的时候，陈燕会找夏有利，夏有利就把他在哪的消息立马传达给他那些情儿们，让他脱不开深扫我们的心。我和夏有利一样，也爱上了买黄金。没事的时候，我俩就去搜罗做工特别又精美的黄金首饰，实在没挑到合心的，就买金砖，反正绝不会空手而归。开生日趴的时候，我俩就把全身都带齐，黄灿灿的，闪得在场的小姐妹们一边笑骂我俩俗，一边又羡慕死了我俩的财富自由。顾一动要去参加电影节颁奖礼，我陪着他去。原先公司缺人，我带了3个艺人，顾一动效率奇高的连着帮忙招了好几个厉害的经纪人进公司，以他的行程紧为由，帮我把其他艺人全分了出去。现在我手头就带他一个，他红了，可会摆谱呢。而且这死家伙竟在我一个人面前摆谱，除非我有急事或者要放假外，但凡他有任何工作，都非得我跟着。我要不去就闹脾气。看在他是公司 No.1的摇钱树上，我也由着他。造型都做好后，正要出发，夏有利打电话给我，有事让我去他那边一趟。我让顾一动自己先去参加颁奖礼，我见完夏有利再过来陪他。顾一动拦住我，帮我把耳边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。好，一定要过来找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我没想到夏有利让我来是参加陈燕的葬礼。看着陈燕的遗像，虽然不明原因，但我心里忍不住一阵畅快。这祸害竟然死了，真好。葬礼不到1个小时就匆匆结束。
除了陈燕住在疗养院的患了老年痴呆的父亲外，夏有利继承了陈燕的另一半遗产，连夜在陈家做完分割出来。夏有利让我陪着他去庆祝，他开了好几瓶天价好酒，我俩喝得可开心了。夏有利说，陈燕几年以来一直在服用男人药物，量越加越大，再加上烟酒一泡，身体早早垮得不成样。他一死，他情儿都还没一个知情，夏有利立马就把他送去火葬场烧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夏有利从一开始就任由陈燕在外面胡来。这一世，陈燕养的情儿远比上一世的还要多，其中有好些个还是夏有利暗里帮他引荐的，个个都是在男女士方面不省油的灯。夏有利摇着酒杯，脸色酡红，他不是喜欢吗？我成全他，让他好好的爽个够，他可算把自己给爽死了。终于轮到我爽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突然就想起几年前夏有利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，我让他小心陈燕。他说我和他还指不定谁弄死谁呢。最终他赢了，顾一栋给我打了一夜的电话。隔天酒醒后，我立马跑去他家，跟他道歉解释。进屋后，我发现满屋子都是玫瑰花。顾一栋说的有话跟我讲，居然是向我求婚。说实话，我被他感动到了。几年的朝夕相处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会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好丈夫。可我也记得上一世他的报道，他说他结了2次婚，2任妻子都死了。我倒不是介意他上一世的婚事，我没那么无聊。我主要有点介意的是他说的克妻，我也没跟他啰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不瞒你说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可能命里克妻。我说虽然你人挺好，我也挺喜欢你，可我好不容易报复一世，舍不得早死熬。我正要走，顾一栋握住我手腕，既然你说我克妻，那我们不做夫妻，只做恋人，可以吗？这么荒唐的理由他居然能理解，我简直热泪盈眶。我一激动，心就软了。那我们要不就是一世？顾一栋眼睛红了，他把好多张卡还有一叠文件塞到我怀里，这是我所有的家当，以后都是你的。他把我抱住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如果你对我感到累了、倦了，你可以随时离开，你只要尊重你此刻心里的选择就行了，哪怕只有这一刻，我也无憾此生了。我也回抱住他，谢谢，我此刻的选择是，我爱你，顾一栋，我也一样，一直深爱着你。夏薇，这一世，我把我的人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然后我收获了自由、尊重和成功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主角，不到别人的戏剧里充当配角，用一生去争取自己想要的，并为之而奋斗，活出最精彩的自己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